男人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，满脸都是惊恐，他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？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惩罚？而皇宫里的其他人对此都一无所知。天刚蒙蒙亮，任氏就跟一个士兵展开了激烈训练，居然把那个士兵打得节节败退。而且你一个太监有8块腹肌，真的合适吗？另一边，猫猫在一处林子里发现了一种蘑菇，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蘑菇全采了，然后给自己的好姐妹送包子吃。果不其然，好姐妹又开始跟她分享八卦，说有个宫女把一位因不解风情而闻名的木讷武官给攻陷了，用的手段是媚药。猫猫立刻就想起自己当时给任氏的那袋春药，该不会是那小子把药到处发了吧？接着他又把蘑菇带去了御医那里，御医看到猫猫采的鲜松茸也很激动，立刻就准备酱和盐，两人开始炭烤松茸片吃。烤好之后的松茸片淋上酱，再撒上少许盐，就是这皇宫里少有的美味。两人吃得小脸通红，突然一个守卫推门而入，说自己中了诅咒，让御医帮他做点解除诅咒的药，说着展示出了自己的双手。原来那并非鲜血，而是非常严重的皮疹。猫猫立刻忙活了起来，一边帮御医调配软膏，一边听守卫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他是负责烧垃圾的，后宫的垃圾会在西侧的焚烧厂烧掉，但是那天垃圾车上突然掉下了一件女性的衣服，衣服的袖口有烧焦的痕迹，里面居然还有一堆竹简。守卫没太在意，就把那些东西全扔在了火里，结果下一秒火苗就高高的窜了起来，而且还不停的变换颜色。紧接着守卫就注意到了自己的双手变成了这副模样，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中了诅咒，然后就见猫猫往烧着的木柴上撒了点什么东西，火苗瞬间就变成了紫色，撒了别的又变成了绿色，根据猫猫撒的东西不同，火苗的颜色也变幻莫测，这都是科学，才不是什么诅咒。至于守卫手上的皮疹，大概只是因为摸到了什么东西，猫猫让他把药膏涂一下看看情况。就在这时，任氏带着高顺又来了。任氏问猫猫，火焰可以变成几种颜色，或者要如何做才能附上颜色。猫猫把自己知道的全都说了一遍，结果任氏突然来了句，我喜欢土瓶蒸，这是在点猫猫背着他偷吃松茸呢。猫猫只能表示自己明天再去给他找一些回来。等他走后，任氏让高顺把最近手臂烧伤的人全都找来。猫猫也不自觉地思考起了守卫说的那件事，莫非是有人借着色木简传递暗号吗？回到翡翠宫后，发现大家都在忙活着，猫猫也被迫换上了漂亮裙子，这是园游会的服饰。园游会是皇宫每年都会举办2次的活动，皇上和其他大人物都会聚集到宫廷的庭院里观赏表演并品尝美食。现在后宫还没有皇后，所以皇上一般会带正一品的妃子通望，目前只有4位妃子能够得上格，分别是贵妃玉叶娘娘、贤妃梨花娘娘、德妃李树娘娘和淑妃阿多娘娘。一听到这么多人齐聚一堂，猫猫光是想想就很心累，问玉叶娘娘能不能不去，那自然是不能的，而且翡翠宫这边本来就缺侍女，猫猫作为新人更无法推辞了，更何况她还是玉叶娘娘的常善官呢。现在都已经入秋了，要在园游会一直站着对那些官员笑脸相迎，到时候肯定会受寒的。猫猫就跑到厨房煮起了生姜金桔汤，橘子皮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生姜能温暖身体。除此之外，猫猫还在内衣里缝了个口袋，里面放个暖石，就可以充当暖宝宝了。红娘一听瞬间激动起来，拜托猫猫帮大家多准备一份。结果这件事儿越传越广，到最后连皇帝直属的裁缝和御厨都来求教了，猫猫也是毫无保留的交给了他们。在此期间一直跟着同事们学习各种礼仪，晚上就熬夜缝制口袋，终于赶在园游会的前一天结束了所有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任氏也一直忙着找手臂上有烫伤的人，却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，只能希望明天的园游会无事发生了。就这样到了园游会当天，长得平平无奇的猫猫化完妆居然这么漂亮，因为要陪伴在皇上身边，妃子们自然要盛装打扮。玉叶娘娘也换上了与她最为相配的红色，就连猫猫都忍不住称赞起来。玉叶娘娘还给自己的侍女们赏赐了各种首饰，猫猫得到的是一串璎珞，刚戴上去，其他侍女就迫不及待的要给她化妆，本来是想帮她遮一下雀斑的，结果发现那些雀斑竟然是猫猫自己点的。不过大家都没有多问。
帮猫猫化好妆后，就跟随玉叶娘娘出发了。任氏也跟各位妃子都打了声招呼，尤其关照玉叶娘娘这边，因为她对猫猫非常感兴趣。今天的猫猫截然不同，回过头看向她时，刚刚还嬉皮笑脸的任氏瞬间就愣住了。她自然也发现猫猫脸上的雀斑不见了，那不是仅靠化妆就能遮掩的，就非得刨根问底，追问为什么要遮掩容貌。猫猫不耐烦地回答她，为了不被人拖进暗巷，毕竟她就住在青楼附近，那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，只有身材瘦小的小丑女才不容易被盯上。没想到后来还是被人贩子给掳走了。听到猫猫这么说，任氏心中有些自责，都怪他看管不力，才会让人贩子这么肆意妄为。但猫猫最擅长的就是随遇而安，并没有要责备任氏的意思。可任氏还是摘下了头上的发簪，给猫猫戴了上去。在做这种事的时候，脸都是羞红的。可惜猫猫不领情，等他走后，立马就摘了下来。其他侍女见状，居然纷纷磕起了 CP。玉叶娘娘也帮猫猫重新把簪子戴了上去。随着庭院那边鼓声响起，园游会也正式开始了。今天果然是冷得不行，大家只能抱团取暖，却还是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。猫猫悄悄掀开帷帐，看里面的情况。除了皇上和妃子们以外，皇太后也来了。猫猫看到皇太后居然这么年轻，非常的震惊。她一共生了2个儿子，也就是皇上和皇上的弟弟。不过据说弟弟体弱多病，深居简出，猫猫也没太关心，反正跟他没有关系。结果一转眼，自己的同事跟梨花娘娘的侍女们吵了起来。那些侍女还嘲讽猫猫长得丑，明明在水晶宫的时候，猫猫觉得跟他们相处的还不错呢，动不动就壁咚人家。所以现在他又做出了那时候的姿势，吓得那个侍女拔腿就跑。猫猫他们就又去加热暖食，发现德妃和淑妃那边吵了起来。毕竟这2位妃子其实还有一层婆媳的关系。年纪最大的淑妃其实是先帝的妃子，先帝驾崩后就又成了现在这个皇帝的妃子。德妃则年纪最小，才14岁。当然这些只是猫猫下意识以为的，实际情况是德妃才是那个婆婆，年仅9岁就当了寡妇，然后嫁给自己名义上的儿子。不得不说，年仅14岁的德妃的人生已经比别人一辈子还要波澜壮阔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猫猫他们正唠着呢，德妃就带着侍女们过来了，一副傲娇的小模样，而且身上穿的衣服还和玉叶娘娘撞颜色了。猫猫推测这孩子可能是不太会看场合。等他们走后，发现水晶宫的侍女们冻得瑟瑟发抖，就上前给他们分暖食，却把人家给吓跑了，只好又回到了自己同事身边。刚好撞见有人在给侍女发发簪，据说这是后宫拉拢人才的方式。猫猫不以为意，没想到一扭头，他自己也被送了根发簪。不过这个傻大个明显是为了不让他们蒙羞，才发给没收到首饰的侍女的。他还自我介绍叫李白。等李白走后，梨花娘娘也带着侍女走了过来，她亲手为猫猫戴上了一只华丽的发簪。完了，这一下修罗场了。猫猫不仅有玉叶娘娘送的璎珞，任氏和李白送的发簪，现在连跟玉叶娘娘不对付的梨花娘娘都送她首饰。没想到还在宫里混成了个小红人。终于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任氏照例为玉叶娘娘试毒，工作对她来说没有任何难度。对于其他长膳官就并非如此了，毕竟每一次试毒都意味着很有可能会被毒死，也只有猫猫这种怪咖才会乐在其中，甚至情不自禁露出了痴汉笑容。这时宫女又端来了一份生鱼丝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金贝鱼被换成了海蜇。猫猫推测可能是配膳配错了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，却发现那边的德妃满脸惊恐，她碗里的生鱼丝倒是金贝鱼，只是德妃看上去根本不喜欢，当着皇上的面也不得不强行吃下去。这时猫猫注意到德妃的长膳官露出了一抹奸笑，毕竟不关自己的事情，猫猫并没有多想，而是专心致志地品尝美食。他那副享受的表情还吸引了台下的文武百官，尤其是刚刚送簪子的李白，让人忍不住想那饭得有多好吃啊。结果下一秒猫猫却换了副表情，告诉众人这道菜有毒，然后快步走到水池子边吐。结果还是有大臣不信邪，喝了一口汤，瞬间就被毒晕了过去。任氏注意到猫猫的身影，赶紧追上去想把它拉到医务室，殊不知猫猫这会儿正后悔刚刚没直接喝下去呢。
那样的话毒素肯定会遍布全身，想想就爽得不行了。好家伙，合着你们俩都是抖 M 啊。猫猫听说有大臣也中毒了，就拿出一包催吐药让任氏给那位大臣。任氏有些气愤地接了过去，拉着猫猫继续走。猫猫却突然注意到他换了新发簪，而且衣襟也有些凌乱的样子，瞬间就脑补了一些比较少儿不宜的画面。吐干净了之后，猫猫也该干正事儿了。他让任氏把德妃娘娘请过来，没想到德妃还是任氏的小迷妹，但猫猫注意的却是她一直在挠着手臂，拉开衣服一看，她的手臂上起了不少疹子，就问德妃是不是对鱼过敏。德妃默认了，猫猫便确定那道生鱼丝是德妃和玉叶娘娘的弄反了。德妃不能吃鱼，所以为她准备的是海蜇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送到玉叶娘娘这里。好在这次不是很严重，但过敏这种事情可大可小，如果是有人故意做的，那和投毒无异。德妃的长扇官瞬间紧张了起来，猫猫并没有点破，而是写了一份注意事项拿给他，让他今后好好注意。毕竟在这后宫里，走错一步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。说完后，猫猫就让他们回去了。任氏却不依不饶，问猫猫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。看他不肯说，就换了个问题，被盯上的人是德妃没错吧？猫猫给了他肯定的回答。那么究竟是谁要置德妃于死地呢？这件事又和任氏要找的身上有烧伤痕迹的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